说黎巴嫩，从东方瑞士到恐怖主义温床。第一章：序曲与埋雷。从远古到1943年。如果你在1960年代来到这里，你会看到满街奔驰的欧洲跑车、高级赌场里挥金如土的富豪，以及地中海明媚阳光下穿着比基尼的辣妹。这里曾被誉为东方瑞士、中东的巴黎，是全中东最自由、最富裕的人间天堂。但你敢相信这曾经是同一个国家吗？短短几十年间，这个人间天堂沦为了满目疮痍的废墟，成为了孕育极端恐怖主义的温床。究竟是什么样的诅咒，让这个国家从繁华的云端直坠血腥的地狱？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展开了这部细说黎巴嫩四部曲，为您揭开这场国家级毁灭的残酷真相。要理清这场悲剧的源头，我们必须把时间推回几千年前。对许多基督徒来说，这片土地的名字绝不陌生。这里正是圣经中流奶与蜜的迦南地。黎巴嫩国旗上的那棵树，就是当年用来建造所罗门圣殿的顶级木材黎巴嫩雪松。而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的原住民，是古代最会做生意的腓尼基人。他们驾着商船，称霸了整个地中海的贸易。迦南地的神圣庇护，加上腓尼基人的商业头脑，让黎巴嫩打从远古时期就将开放、重商、多文化包容的优良基因，深深地刻在了民族的骨子里。然而，这份的天独厚的基因，却在近代被强权与贪婪彻底扭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统治这里400年的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崩溃了。英法两国就像切蛋糕一样瓜分了中东，黎巴嫩被划给了法国托管。法国人为了一己之私，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他们特别偏爱当地信仰天主教的马龙派基督徒。为了帮这些基督徒小老弟建立一个强大的亲法政权，法国人硬生生地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大黎巴嫩。他们大笔一挥，把周边大批穆斯林占多数的土地和人口强行圈进了这个新国家。法国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偏心的礼物却把截然不同的信仰与灵魂强行塞进了同一个火药桶里。时间来到1943年，黎巴嫩脱离法国独立。为了让国内的基督徒与穆斯林不要打架，建国者们签署了一份名为《国家宪章》的权力分配协议。他们拿着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硬性规定总统必须是基督徒，总理必须是穆斯林，并且将国会席次与权力用6:5的比例死死绑定在基督徒与穆斯林身上。这套6:5的权力分配对台湾观众来说并不陌生，它就像当年台湾的万年国代，打着国家非常时期的旗号，冻结了民意的流动。台湾后来运气好，我们有宪法增修条文作为出口，成功在1990年代实现了全力的和平解冻。但黎巴嫩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这条和平撤退的红地毯。这份僵化的国家宪章完全无视了未来几十年间底层穆斯林人口疯狂暴增的残酷现实。更可怕的是，黎巴嫩一滴石油都没有，这个国家的财富全靠着银行保密法与地中海港口撑起来的金融与转口贸易。
当这套6:5的假民主体制运作了10几年后，事情变质了。对于当时把持着银行、港口与高级饭店的顶层权贵来说，基督徒这个神圣的名字已经沦为他们垄断国家资源、进入上流社会的 VIP 专属会员卡。他们在豪华别墅里夜夜笙歌，却对南部底层同胞的苦难视而不见。这哪里还是圣经里的教会？这根本是假借神之名，行贪婪之实的既得利益集团。当底层穆斯林在贫困中累积住相对剥夺感的怒火时，这群权贵依然死抱着特权不放。这份国家宪章不仅仅是一份建国契约，更像是为这个新生的国家植入了一段带有毁灭倒数的代码。历史无数次证明，当政客把神圣的信仰写进僵化的法律，只为了保障自己的财富时，灾难就已经注定。1943年的建国者们或许自认找到了和平的公式，但实际上他们只是亲手为这个刚诞生的东方瑞士埋下了日后国家大爆炸最致命的隐患。